我用丰厚的嫁妆养了永宁侯府上下7年，夫君得胜归来那天，却带回了一个柔弱寡妇和一双儿女。他在接风宴上让我交出管家权。半个月后，大理寺的官兵重重包围了侯府，夫君在大牢里疯狂撞击铁栅栏，嘶吼着要见我。婆母披头散发地跪在泥水里，求我开恩。殊不知，没了我的嫁妆填补，他们贪污军饷的死罪窟窿早就捂不住了。夫人，您用嫁妆张罗3天3夜的接风宴没白费，侯爷凯旋了。这是谁啊？看着像外室，侯爷就这么光明正大带回来了。这是柳静娘，在西北，她救过我的命。她丈夫战死沙场，孤儿寡母无依无靠，我把他们接回来安置。寡妇还带了孩子，夫人还在边上站着呢，这也太不把正事放在眼里了。侯爷仁义，既然是恩人，那便快些迎进府吧。老夫人已在花亭等候多时了。可怜见的，长得多俊俏。静娘啊，多吃些，瞧你瘦的。如今嫁进来7年了，肚子也没个动静。瞧瞧人家静娘一儿一女，多有福气。老夫人折煞我了，我一个寡妇，哪里比得上沈姐姐高贵？这柳氏说话真有章法，嘴上敬着姐姐，脸上挂着泪，先把可怜人姿态做足了。如今，静娘心细，又吃过苦，懂得持家。从明日起，这侯府的对牌和库房钥匙就交给她管了。静娘也是个苦命人，你身为正室主母，自当有容人之量，多担待些。好。如今有这般气量，方不愧是我永宁侯府的正室主母。侯爷凯旋，妾身敬侯爷一盏。将这7载的宫中账册悉数搬去柳氏院中，一册也不得遗漏。夫人，这可是您亲手贴补了7载的宫中账目，怎能这般拱手于人？搬。他只当接了座金山银海，却不知若无我的庄阴贴补，这侯府连下月的仆役月例都凑不出来。头一桩，自本月起，各院月例银子翻倍发放，全府上下辛苦，也算我一点心意。姨娘仁厚，姨娘最是体恤下人。去库房取顶好的蜀锦，给哥们儿姐们儿各裁3身秋装，纹样要新鲜雅致的。老夫人那边捡次一点的狐绸送2匹过去，便是我的孝心。是，奴婢省得，这便去针线上传密。亲儿女用的料子，竟比侯府老夫人还金贵几分。就是。正门那门槛漆色发乌，瞧着寒碜得很。今日便叫匠人重刷金漆，侯府门第总得光鲜体面才是。是，奴婢这便去换人动工。原先那漆色发乌发暗，也亏得忍了这些年。这几日府里井井有条，连正门都气派了不少，很好，有当家主母的气度。能替侯爷分忧，是妾身的本分。
柳姨娘，老夫人今日点了6年份的辽东老参炖汤，采买的人去账房支银子，说宫中账上存银不够，支不出来了。荒唐！堂堂永宁侯府，连一只老参都置办不起，宫中银库何在？取对牌开库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背地里中饱私囊。沈如锦，侯府的银子呢？偌大一个银库，只剩几箱发霉的旧缎子、2吊铜钱和几10两碎银。是不是你趁侯爷不在，私藏宫中银两，中饱私囊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！柳姨娘这话就好笑了。管家权、库房钥匙、对牌，哪一样不是侯爷亲手交到你手上？我私藏银两，从何说起？去，把内库那7载的宫中账册都搬出来，请柳姨娘过目。是，夫人。你尽管翻，侯府宫中的底子7年前便空了。老夫人每日的燕窝血烟，府里的陈设修缮，园子里的名贵长塔，这7年里哪一样不是用我沈家的庄艺银子贴补？统共算下来，我往这侯府填了43万两。如今钥匙在你手里，账册在你手里，对牌也在你手里，这侯府的家往后便由你当了。轮到你了。都搬回我院里去，一册一册仔细核对。是。夫人，裴家的12处庄子地契、8间核心商铺的契书，还有压箱底的金银钱票，都清点过了，数目不差，都封进密匣，盖我沈家私印。从今往后，这些与侯府宫中账目彻底撇清，半分干系也无。该还的7年前便还清了。这桩太后赐的婚事，从今往后我谁也不欠。刘管事亲口应下的赊账，绸缎头面4级衣裳，统共3700两，拖了2月有余，今日必须结清。还有我们酒楼的席面前接礼点心账，堂堂侯府总不能仗着门第赖账吧？伯母，我管家才看半月，外头那些陈年欠账，全是沈姐姐任内积下的烂摊子。她分明是早挖好了坑，故意等着我挑，存心害我颜面扫地。狐狸精就是狐狸精，商户出身的东西，天生一肚子歪心眼子。等长夜回来，我定要他休了这个毒妇，给你出气。沈如锦，拿5万两出来，填了外头的亏空。侯爷这话妾身听不懂。宫中账目、库房钥匙、管家对牌，上月便尽数交于柳姨娘了。欠账是她管家欠下的，与我何干？少跟我装糊涂！烂账是你管了7年攒下的，你不填谁填？你的嫁妆本就是顾家的东西，藏着掖着，是想看着侯府丢脸。侯爷自重，光天化日对正室主母动手拉扯，传出去丢的是永宁侯府的脸。别给脸不要脸！再敢藏私不拿，我即刻写下休书，逐你出侯府。休书？侯爷倒提醒我了，这7年侯府亏空全靠我妆容填补，这笔账也该算算了。太后赐婚之时亲签的嫁妆随身契，白纸黑字写的明白，沈氏壮囊永归沈氏本家所有，不入顾氏公产，不充侯府公账。侯爷想休我，随时都可以。不过休书一下，我搬走的可不只是银子。这府里您脚下的地砖、头上的瓦片、后院的马厩，哪一样不是我嫁妆银子置办的？我走的时候，一片瓦都要带走。侯爷，不好了！外头商户说再拿不到银子，便要去顺天府衙门递状子，告侯府赖账辱没门第。去，把人打发了。
不过是些市井商户闹事，我已经打发了，没人敢委屈你。都怪我无用，管家才半月便惹出这等乱糟，平白给侯爷添麻烦。傻话，你是我接回来的人，自然由我担着。往后府中事宜你只管做主，天塌下来由我。夫人，侯爷也太是非不分了，明明是柳氏铺张挥霍欠下的债，反倒闯到您院里撒野，还拿休书要挟人，实在过分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急什么？他不过是色令智昏罢了。侯府宫中是什么底子，他比谁都清楚。可奴婢方才瞥见侯爷随手掏出的那叠银票数额不小，宫中明明空了许久，怎么一下子拿得出这许多？那可不是侯府的银子，银票左下角盖的是西北大营军需司的金印。军饷，那可是朝廷拨给边军的保命钱，挪用军饷是抄家的大罪啊！侯爷怎么敢？为了他的心奸人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而柳静娘接下来要做的事，会让这个窟窿再也补不上。好戏才刚开场。说是庆功宴，实则是给柳姨娘的儿女认祖归宗，正主还在呢，倒急着做主母的位置了。爹爹，娘说等明天上过族谱，我就是侯府的世子了。小声些。等明日宴席金策落定，爹爹就给你请京城最好的先生，教你读书骑射。那个姓沈的坏女人呢？娘说她总欺负我们。不会了，有爹爹在，没人敢欺负你们。7年驻边，原来早把家安在了西北。夫人肯赏光，真是蓬荜生辉。里边请，案上备了新蒸的桂花糕。柳姨娘太客气了。这是我陪嫁的老坑翡翠，是娘的心头肉，你带着它，就当娘陪着你。柳静娘，你手上的东西从哪里来的？是老夫人赏的，说我伺候侯爷照看哥姐儿有功，特意赏我的。来人，把他手上的镯子摘下来。沈如锦，不过是件死玩意儿，也值得你当众撒泼发难。静儿替我生儿育女，操持内院，劳苦功高，待你一只镯子是你的体面。沈夫人也实在可怜，7年正亲主母，竟被丈夫当众这般折辱，连嫁妆遗物都守不住。快别说了，当心被人听见。咱们今日是客，静观其变就是了。你自己占着正室之位7年无所出，心肠还这般歹毒，连2个无辜侄儿都容不下。我告诉你，今日这双儿女不仅要戴你的镯子，还要进入族谱，册为世子宗女。我看谁敢拦！商户女出身就是上不得台面，连个庶子外史都斗不过，生不出嫡子，在侯府哪里站得住脚？正室无所出，被丈夫当众训斥，连外史的孩子都要踩上来，这脸面今日算是丢尽了。好。在天黑之前，闭上双眼，终于发现已回不到那一天，被刺痛了弱点，才会看得见深埋心底的碎片。夫人，难道就任由他们踩在您头上，把那野种立为世子吗？立世子，立，当然要立。不仅要立，还要风风光光的把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顾家的族谱上。他日满门抄斩株连9族之时，族谱上的名字一个也跑不掉。飞鸽传书，通知大理寺少卿周鹤亭，顾长夜收网的时刻到了。
吉时已到，祭告列祖列宗。不孝子孙故长夜，今有庶子成雄，庶女明月，年已长成，特祭告祖先，启将二人记入族谱，入我故事宗籍，望祖宗庇佑。一切都在安静的崩裂，我会用手中的线为你点燃，陪你看日升月潜，陪你看沧海变迁。报上明讳，生庚。庶子顾成玉，永和6年生；庶女顾明月，永和7年生。生母柳氏。陪你将情节改写，陪你将李成，自此顾成营、顾明营入我顾氏宗籍。总算料了一桩心事。子嗣蛮延自是侯府头等喜事，有些人占着位置也该识相些，安分守己才是本分。老夫人说的是，子嗣蛮延自是侯府喜事。哼。好，往后便是我顾氏正经的子嗣了。爹爹回头给你们请京城最好的先生，教你们读书齐圣。今日风光入谱，他日珠帘之时，这名字便是最好的罪证。夫人，看我们命运重叠恍然。姨娘今日这一身织金妆花罗裙，再配这套红宝头苗，保管压过满场女眷。前儿新做的紫调披风，要不要一并带上备着？今日安国公府的赏菊会，那几位侯门夫人最是眼高，行头上半分也错不得。回姨娘，给安国公夫人备一对羊脂玉瓶，已经裹了锦缎装箱。兵部侍郎老夫人的寿礼，12匹内造云锦贡缎也清点妥当了，只等姨娘示下何时送去。玉瓶今日我亲自带过去赴宴，贡缎赶在寿辰前3日送到府上，些许银子罢了。侯府交际往来，脸面才最要紧。姨娘，这2笔开销算下来快2000两了，宫中账上近来进项不多，是不是？荒唐！堂堂永宁侯府还缺这点提己银子，侯爷都没说什么，轮得到你在这里智慧？只管去账房支银子，误了交际的事，仔细你的皮！夫人，您都不知道，柳姨娘今日又去安国府府赴赏菊会了，光头面就装了3、4个描金匣子，还带了一对羊乳玉瓶当见面礼。前儿的马球宴，昨儿的品茗局，这几日宴席一场不落，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往外淌。他爱赴宴便赴，爱花银子便花，与我们何干？可宫中本就没多少底子，再由着他这么挥霍，迟早要出大乱子。他这是拿着侯府的脸面充阔气，到时候窟窿填不上，少不得又要赖到您头上。由他去，爬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才越响。侯爷，兵部火牌连夜递到营中，西北军需年底核查，竟提前了整整2个月。什么？30万两白银，分毫不少。侯爷，这窟窿若是半个月内补不上，核查下来，挪用军饷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咱们全得掉脑袋呀！
如锦，身子好些了吗？从前诸事是我糊涂，多有委屈你。管家权我即刻交关于你，那2个孩子也可记在你名下教养。你素来宽厚，必不会亏待他们。侯爷有话不妨直说。只是眼下我手头银钱周转不开，你先帮我这一次，只需30万两，熬过这一关，我此生必不忘你的恩情。侯爷说笑了。秋荷，把庄严拿来。这些年侯府用毒宫中贴布，老夫人的汤药，侯爷的应酬，耗了多少嫁妆，侯爷心中有数。沈家虽薄有资财，却也不是填不尽的无底洞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天要亡我？不过我倒听闻，城南有几家私银号，放款最是爽快，虽利息略高些，但只要有宅院地契抵押，放款极快，当日就能拿到现银，解燃眉之急，倒不失为一条权宜之带。多亏你提醒，我这便去安排。那家钱庄的主人姓沈，是我3年前就安排好的妻子。柳静娘，你亲手把顾家送上了断头台，鱼咬钩。开门！永宁侯府欠的银子，今日该清账了，连本带利50万两，要么拿银子，要么腾宅子。爷几个便拆了这侯府，拆粮卖木，也能抵了这笔债。当初柳氏亲自捧着地契来借的20万两，咱们号上规矩写得明明白白，3日一滚息，逾期立翻番。这半个月滚下来，50万两已是手下留情。今日拿不出银子，就拿你们侯府祖宅抵账。侯爷，大事不好了！顺昌钱庄的人堵死了大门，张口要50万两白银，再拿不出钱，便要拆祖宅了。姨娘，钱庄的人当真打上门了，利钱滚到50万两之巨了，再躲下去，他们就要闯进来了。慌什么？有老夫人在，他们还敢擅闯寿安堂不成？这般冷的天，你跑得满头是汗，外头闹哄哄的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没什么大事，许是下人们扫雪嬉闹罢了。婆母安心休养便是。老夫人，祸事了！顺昌钱庄10几个壮汉堵在大门口，举着借寡，府里欠了50万两高利贷，今日不给银子便拆祖宅。领头的说是二奶奶拿祖宅地契做的底呀。婆母明鉴，儿媳实在是走投无路啊！前阵子兵不摧响的差官堵在府门，张口就要拿人问罪，侯爷拿不出银子，我一个内宅妇道人家，无计可施才去借的银两，儿媳全是为了侯府啊！你且说清楚，到底借了多少银子？20万两。我再问你，究竟以何物作押？柳氏，你给我从实招来，到底押了何物？今日若有半句虚言，我即刻请出家法，活活打死你这个孽障！是祖宅的地契。毒妇败家！渔夫，谁准你私拿祖宅地契去借这等阎王债？顾家5代基业竟要毁于你手！你还有脸打我？上月是谁日日在我跟前愁他，说君想亏空事发便是抄家杀头的罪名，要我无论如何凑银填坑。我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人，哪里晓得钱庄的阴私规矩？
还不是听了你的撺掇？你自己侵吞军饷，闯下灭门大祸，如今倒要全推在我身上。顾长夜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夫人，大理寺那边递了信来，李少卿已携陛下密旨前往西北核查军饷账目，算缴录3日之后便可回京复命。3日罢了，回清辉院吧，此处聒噪得很。沈如锦，你即刻修书回沈家，令你父筹措100万两白银，替我填上这窟窿。今日我若活不成，你也休想赎活。侯爷急火攻心，怕是忘了一桩事。10日前，我已将名下所有陪嫁田产、商铺、现银尽数捐赴西北，充作军饷。陛下感念沈家忠君体国，特御笔亲批了这道和离文书。依大律而论，妾如今是陛下金表的捐饷义民，早已不是顾氏宗谱上的人。侯爷今日若敢动我分毫，便是谋刺朝廷金表功臣。莫说你这永宁侯的爵位，便是顾家9族的项上人头，也不够看的。假的！这御印文书定是你伪造的！区区生化女，也敢假传圣意欺瞒本侯！沈如锦，你哪里也去不得！你生是顾氏宗谱上的人，死也是我顾家的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永宁侯顾长业身负边镇重托，却罔顾国法，私挪西北军饷30万两，贪赃枉法，证据昭堂，着即革去侯爵，消除宗籍，全族收押大理寺，彻查候审。钦此。既入宗谱，便属9族。法网恢恢，你往哪里逃？放开我！我不姓顾，我与顾家毫无干系，你们凭什么拿我？半月前秋宴，你2子1女记入顾氏宗谱，白纸黑字，满京勋贵亲眼为证。沈夫人深明大义，捐饷助军，又首接贪墨要案，功在社稷，卑职奉圣谕前来拿人，惊扰了夫人清居，还望海涵。圣上有诏，请夫人移步入宫。沈如锦，是你，从一开始就是你设的局。扫把星，我顾家100年基业全毁在你这奸夫手里！婆母恕罪，儿媳也是为了侯爷，为了侯府啊！
戴罪臣顾长焕。顾长业，西北军饷30万两亏空，赃银流向何处？从实招来。本侯从未贪墨军饷，皆是营中正常损耗，账目可查。待柳氏，柳氏，你随顾长业居西北数年，军中用度、私宅开销，你可知晓？30万两赃银，你二人花去多少？大人饶命！大人明察，那些银全是顾长业一人挥霍的，民妇半分都做不得主。他贪墨军饷，私设外宅，与民妇毫无干系。民妇有要情检举，求大人网开一面。讲。这2个孩子根本不是顾长义的骨肉，是民妇在西北时与山北神手里所生的孽种。我欺瞒了侯爷，骗了顾家，他们与顾家无半分血缘干系，求大人开恩，放民妇一条生路。说什么？句句属实，大人可滴血验亲，民妇若有半句虚言，甘愿受死。永宁侯不必再做戏了，这本账是你心腹副将赵虎亲手交上来的，你当他是左膀右臂，人家早将你这些年的龌龊账记得明明白白。沈如锦，是他，竟然是他！见他，让沈如锦来见我！他出来说清楚！夫人，大理寺那边传了消息，今日提审，柳氏当堂反水，说2个孩子是山匪遗种，与侯爷无干。侯爷当场暴怒，2人扭打成一团。后来主审官拿出了赵虎呈递的暗账，上面有夫人您的批注。侯爷见了字迹，已是半疯了，撞着牢栏喊着要见您。意料之中。7年布局到今日，才刚到收尾的时候。秋荷，我去大理寺一趟，午时蒸2块鱼糕，等我回来喂它。奴婢记下了。夫人路上四系风寒，斗篷系紧些。夫人请，卑职在外候着，夫人若有吩咐，随时传唤。如锦，你终于来了！我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不顾。你去求求圣上，就说我一时糊涂，我愿倾家荡产补清军饷。你父是江南首富，30万两对沈家不过9牛1马，7年夫妻情分，求你救我一命！侯爷想知道这30万两军饷是怎么挥霍一空的吗？柳静娘适时的血宴，市价20两一盏，入侯府的账是200两。老夫人指定的辽东门6年老山参，新煎800两一只，进了侯府中粹，便是3000两。他办赏花宴买的奇花异草耗银10万两，马球会采买的2马耗银5万两，送出去的羊脂玉瓶内造贡缎，全是经我的人转手3、4道层层抬价。你挥霍的每1两银子，都是我安排人亲手卖给你的。7年前，你出征前夜，我亲往大营送御寒衣报，在后巷的马车旁撞见了你与柳静娘。43万两亏空，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记在你的账册上，赖不掉。从那日起，这局便布下了。你以为的嫁妆贴补、中尉退让，不过是放长线钓大鱼。如锦，饶命！是我瞎了眼，求你高抬贵手。一个商户女也配带这么好的东西？占着正室之位7年无所出，连个大
都下不出来，还有脸占着侯府主母的位置？老夫人，我母亲的遗物今日还给你。脏污的、硬臭的、腐烂的，都永远留在了那座地牢里。我怀里的是干净的、温暖的，只属于我的。这永宁侯真是胆大包天，连西北边军的卖命粮饷都敢贪没，整整30万两啊！将士们的冬衣都发不齐，冻死了好些人。他倒好，拿着卖命钱养外室治私产。何止贪饷，听说他在外面养了外室庶子好些年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连将士的安家钱都敢贪，这种蛀虫，落什么下场都是活该。贪军饷的蛀虫，对得起前线冻死的将士吗？一家子黑心烂肺的，也有今天。奉天子诏，何晏人犯，原永宁侯顾长业，在职期间侵吞军饷30万两，欺君罔上，私通匪类。3审罪证确凿，判斩立决。顾门柳氏纵子贪墨，包庇重罪，同案论斩。好，贪赃枉法，亏薄军饷，欺君罔上，这桩桩件件都是掉脑袋的大罪。这种人就算死3回，都抵不上他欠前线将士的债。杀得好，杀得好！53刻已到，行刑！经查，柳氏所生2子实为山匪余孽，非故氏血脉，按律发配极北苦寒之地为承当，永不得入关。永宁侯府夺爵除籍，家产悉数抄梦充公，族中旁支一概夺籍。百年永宁侯府就这么彻底绝了嗣。方才官差已经把侯府的牌匾摘了，宗谱除名，从今往后京里再无永宁侯这一号了。贪念害人啊！好好的世家基业就这么毁于一旦。这妇人也是心黑，私通山匪就算了，还敢偷侯府地契借高利贷，气死婆母，栽赃主母。要不是沈夫人捐了军粮，拿了玉批和梨，还得被他拖下水，活该。西北那地方天寒地冻的，他去了那地方有他受的。沈夫人，沈夫人慈悲，求您发善心买下我，我给您当牛做马，铺床叠会伺候您一辈子，求您别让我去西北，求求您了。这一斩竟7年错付，从此山高水远，两不相欠。脏污的、难堪的、错付的，都留在了今天。往后岁月都是甜的。沈夫人，大理寺已核查完毕，您的资产分割文书、太后亲签的嫁妆随身器手续齐全，无一遗漏。43万两，连带铺面、庄子已全数剥离侯府公账，原封不动归还沈家。有劳周少卿奔波。分内之事，夫人客气。夫人深明大义，乃是朝之表率。调皮。太好了，夫人，这7年咱们总算没白熬。另外，皇上有旨，沈氏如锦接旨。民女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氏如锦
深明大义，捐资30万两充盈西北军库，又首接贪墨巨案，保全边军粮饷，功在社稷。念其忠谨，特赐沈家黄商金匾一面，免死铁券1块，世代承袭。江南商税3年减半。钦此。臣女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侯府的案子结了，那座宅子已被查封，即将低价发卖。不过现在京城里谁都嫌晦气，无人敢接手。周大人，这宅子我买了。夫人，我出3倍底价，今日就过期。让开，让开，落地了！什么永宁侯府，害人的地方，早就该拆了。听说这是沈夫人亲笔题的字，真是好气度，不愧是皇商人家。东家，南边运来的丝绸已经入库了。东家，这是今日的流水账，您过目。做得不错，只要手脚勤快，商行绝不亏待大家。夫人，商行的第3家分号今日在城东开张了，生意好得很。另外，江南李大茶商递了帖子，想谈明年的茶叶生意，让他明日辰时来。真甜，没有了深宅大院的算计，没有了吸血的夫家和恶毒的婆娘，再也没有谁能拿走我的一针一线。静儿，银子是女人的骨头，谁都能负你，钱不会。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忍辱负重，有的只是磨刀霍霍。好在刀锋已入鞘，天光正大亮，往后的日子干净、安稳、暖乎乎的，全是我的。